天下就是一个大碗，人人都应该自食其力，在里面取食。如果说饿死在天下这个大碗里面，就不配立足于天下。咱们有的是银子，干嘛不直接孝敬领事馆和阳关？对呀，出招吧。黄矿坚，我早就打听清楚了，刘默沙的老婆根本不是道台的正经亲戚。要见道台大人，默沙愿意引荐。谁说文人不能经商？这不，我太爷爷用他的行动向人们，向他的亲人，也向他自己做了证明。实话说，到了这会儿，我已经不能不对我的太爷爷刮目相看了。画家，黑了，你瘦了。这是什么？好吃。你也吃啊？傻笑干嘛？你也吃啊？我就想看着你吃，这是我卖米线挣的钱。嘿嘿嘿，吃。这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的东西。我没事儿，我是高兴的。他知道爹爹来看他了，正在里边动呢。你听见什么啦？我怎么什么都没听见？我都听见了。听见什么？他说呀，爹买的糕饼真好吃。那你跟他说，你说等他出生之后，我也给他买最好吃的糕饼。不行，他没长牙呢，吃不了。等长大了再说吧。小鱼还没吃呢，快给小鱼吃，快点儿。小鱼，你吃。我不舍不得吃。吃。你还是给快要出世的小公子留着吧。小姐，死丫头。有这么好笑？哎，
我鹿儿姐她真的和肚子里面的孩子在说话。是啊，要不人家都说什么母子连心嘛，你看我就听不出来。你也听了？你怎么听的？我这我这么听，这么听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再说了，我信，我相信你还不行吗？来来来，快坐下。你呀，我真没想到你怎么那么逗啊！没事儿。对了，子慧，我给你拿来这一个糕饼，最好吃的糕饼。我不吃，我不吃。你尝尝，你尝尝啊！好好好，尝尝。谢谢谢谢。你鹿儿姐说啊，她是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糕饼，就是这个。怎么样？真的挺好吃的。哎，华强，你不会告诉我，你昨天就是拿着这个去见的鹿儿姐吧？是啊，就是这个。你呀，你都那么长时间没见她了，我想怎么着你也应该写首诗送给她吧？你怎么？你看你啊！要是原来啊，我肯定给她写一首诗。可是现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给她送这个了。我明白了，是因为米线，因为最近你老是和吃打交道，所以你知道了吃就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一件事儿，甭管什么皇帝老子还是平民百姓，人人都要吃饭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花强，你吓了我一大跳，你明白什么了？你明白了？你给我的那只大碗啊，里面写着“天下一碗”，完了还有好多人在里面争食。是，这不就是说，天下就是一个大碗，人人都应该自食其力，在里面取食。如果说饿死在天下这个大碗里面，就不配立足于天下。也许谜底恐怕没这么简单吧。也许古人说的是另外一种意思。这样，华强，其实你能够想到这些，已经很接近谜底了。不如，我就把那只碗放在你那儿，等你什么时候解开谜底了，你再拿它来还给我吧。看来我得用一辈子来解这个谜呢。能帮助我太爷爷超越和战胜自己，让蒙姑娘感到十分的欣慰。然而她的心灵深处，一刻也没有忘记那个杳无音讯的范同舟。她回到安南继续寻找他，可全然没有结果。范同舟留给他的还是渺茫和难过。来嘞，尝一尝啊！香满楼的鸡汤，喝老酒的米线。哎，鸡汤和米线全是蒙自城里边最好的，您不用到处跑路，就可以在这儿尝到最好的米线。哎，过来来尝尝米线。哎，你们陈老板呢？哎，他出去了。有一会儿就回来，您再来一碗。不了，饱了。嗨，给你钱啊！哎，谢谢。哎，您再来啊，欢迎您光临。哎，记得再来，记得再来啊！哎，好嘞。哎，再来碗啊！行，哎，马上就到。上个月一笔大息，净得大洋1100块，两宗黄烟得大洋200块。都一处西餐馆子，流水500大洋，净得79块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看账本吗？
你是想让我知道，还是这大溪来钱快啊？以后咱们要大溪多做，黄烟少做。知道就好。可是我听说那块地你不种黄烟了，倒种上大烟了，有没有这回事儿啊？哎呦，哎呀，夫人啊，你可真是明察秋毫啊！你瞒着我有什么用啊？有本事你一直瞒着洋人啊！嗨，洋人那才几只鸟啊！啊！再说了，就算他们想追究，县衙道台那儿我都打点过了。夫人，不会有事儿的，你放心吧！啊！洋人要是想找咱们那块地的麻烦，就凭着你在县衙和道台那儿塞的那点破银子，能管什么用？他们怕洋人，就像是老鼠怕见了猫一样。那依夫人之见呢？求小本不如直接求严了。咱们有的是银子，干嘛不直接孝敬领事馆和洋官？哎呀，对呀，咱们干嘛不拿钱直接给洋人呢？我真是个土包子。夫人呐，你可真是足智多谋啊！这洋人也是人，也知道吃好的喝好的，他们看见银子啊，也会两眼放光。他们要不是为了钱，大老远的跑到咱们这个穷乡僻壤来干什么呀？夫人呐，原来你心中装的如此大创意、大格局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今天才知道你为什么把都医处正式改成西餐馆了啊！哎呀，对，妙！干嘛要兼营西餐？干脆就专营西餐，为的就是笼络洋人。如今这天大地大，都不如洋人大，就连当今的皇上和太后，也得看着洋人的脸色行事。洋人眼下就要在云南修铁路了，这样，他就得在云南花上大笔的银子。这遍地是黄金，就看你会不会捡呢？我明白了。咱们那些宝贝东西，要是让洋人来保驾护航，那不就万无一失了吗？哼，你就忘不了你那点宝贝大烟。我可警告你，那东西是让人倾家荡产，让自己蹲大狱的玩意儿，害人又害己。早晚有一天，你得栽到这上头。哼！哎，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？天下一碗，天下为什么是一碗呢？天下犹如一只大碗，人人都可以在其中取食。有的人会撑死，有的人会饿死。撑死不是福，要是饿死在天下这只大碗里，那也实在不值得让人同情啊。
华强哥，你在叨咕什么呢？唉，又是那个天下一碗，天下一碗，天下一碗，不就是说天下每个人都要有碗饭吃吗？哎，对呀，也许古人说的就是天下人不分贵贱，都要有一碗饭吃，谁也不能为了自己吃饭就不让别人吃饭，更不能抢别人的饭吃。现在法国人到云南来，就是要抢我们的饭吃。那古人如何知道法国人要到云南来呢？古人说的这是至理名言，自然是包罗万象。嗨呀，我就是随便一说，你又何必七想八想的呢？要是天下每个人都有碗饭吃，那怎么会有人饿死呢？我回来的路上就亲眼见过饿死的人。要是都有碗饭吃，谁愿意饿死？快睡吧，华强哥，明天还要卖米线呢。我太爷爷做生意势头红火，终于惹恼了刘默沙。他心里已经产生了某种预感到这个读书人的未来。他不再敢小视我的太爷爷了，准备重拳出手。嘿，老爷，您在笑什么呀？我爹走了这么久了，这小畜生还记得他老人家的话：和为贵。哼，法国人开着炮舰来了，你想和，人家跟你和吗？做生意赚钱，钱就那么多，你多赚了，他就得少赚；你不算计他，他就得算计你。要我说，嘴上说着和为贵的，这心里边都想着怎么给对手使绊子。老爷，您可真是越活越明白了。对了，陈大西是不是回蒙自了？啊，对，咱们的人呐，在城门口看见他了。哦。陈大西回蒙自是冲着我来的。上回我在个旧又胜了他一个回合，他心里肯定不服气，心里想着怎么再赢我。好啊，我等着他出招，我看看这个老西矿这回能给我出什么牌。老爷，您何不先发制人呢？我刘默沙一向喜欢先发制人啊，可这回不，这回我要让他先出手。好，嘿嘿，看这条老泥鳅啊，能翻起多大的浪花来！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呀，来吃你的米线。我现在是你的顾客嘛，在我们国家，顾客就是上帝，你跟谁都能吵架，就是不能跟顾客吵。我告诉你，我的米线不卖给洋人。我不是跟你来吵架的，跟你说过，我是来打听的人。站起来！让你起来，听见没有你？你找谁呀？
我找蒙子慧，我到处找她，找不到她，所以我想，你可能知道她在哪。对，我是知道，但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我警告你，这是在中国，明白吗？我要是再看见你在大街上纠缠子慧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那这么说，你也爱她？我们就是情敌。那我们公平竞争，现在你占优势。我早就看见了，他对你挺关心的，对我有点讨厌，但是我相信，过了不久，他会爱上我。干操！哎，你来这儿捣乱了是不是啊？别他妈以为你是洋人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你他妈给我滚！我们来这是修铁路的，只有好处。你现在好像不知道，但是你的子孙他们会知道的。我他妈让你知道你爷爷我的地方！陈万强，你陈万强，滚就滚！走了，气死我了！华强哥，你先别生那个老外的气了。喝老酒的米线不卖给咱们了，这还不说呢。刚才香满楼的伙计来说，他们的鸡汤也不卖给咱们了。华强哥，这不是有人故意破坏咱们生意吗？丁德兄，按您的吩咐，都布置好了。他刘墨沙知道我这次回来是要逃回那3处矿间的债务，不过他没有想到会这么逃。刘墨沙种的鸦片几日从河口过来？不出3日，我已经雇佣了船家水手，把他的3条船都凿了窟窿，这样他就不能不停下来修补。这样一来，他这3船大烟就成了咱们手里的砝码。他要是不还咱们的矿，就让法国洋官来收拾他。虽然利用法国洋官整治刘墨沙，有悖我陈鼎德不与洋人交往的信条。如果不整治刘墨沙，小儿格外猖狂，日后必定会蹬鼻子上脸。这叫以毒攻毒啊！丁德兄放心，这回他的把柄攥在咱们的手里。这件事情，我打先锋，您在后头，不怕他刘墨沙不跪下来求饶。好，管家在，帮着孙先生料理。是，老爷，我已经以孙先生的名义请刘墨沙在香满楼喝茶。好，这回我倒要看看，这位刘墨沙到时候会出什么高招来应付。老九爷，老九爷，您不是每天都答应供给我米线吗？怎么出什么事儿了？华强啊，你是知道的，蒙子卖米线的规矩，那是米线和鸡汤分着卖，要么卖米线，要么卖鸡汤。吃一碗过桥米线啊，得去2家店。虽然麻烦，这是规矩啊。老九爷，您听我说，我可是没什么可是的。当初我答应你啊，是以为你只卖米线，另外呢，也是看你太可怜。可我没想到你还真敢坏了蒙子的规矩，这你就不能怪我不守信用了。老九爷，我这么做我是为了方便顾客呀，我并没有妨碍谁啊。
怎么没妨碍啊？华强啊，你搅得大家都没法做生意了。老九爷，您听我说，您看，我也是白手起家呀，对不对？我都能做到米线和鸡汤一起卖，那他们为什么不能做到？对不对？人顾客觉得方便，那自然我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好，到我这吃米线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啊。怎么叫我抢了他们的生意呢？您说是不是？哦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说坏了规矩就坏了规矩吗？老九爷，您想想，这规矩不是也都是人定的吗？对不对？那咱们做米线的，就是要替吃米线的考虑，对不对？要想得周到才行啊！人家顾客人觉得方便，人喜欢到我这来吃米线，那就说明我生意做得好啊。这规矩早晚得破，我觉得现在就好了，华强，我不跟你磨嘴皮子了，你找他们说去。老九爷，那您这米线，反正已经有人要了，出的价也不比你低。老九爷，我想跟您学着做米线。什么？我给您当帮工，我一个工钱我都不要，您只要教我怎么做这米线就行，好不好？别，你这样的学徒啊，我不敢收。哎呀，您就收下我嘛，好吗？我求求你了，您收下我吧。哎呀，华强啊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昨天刘默沙带着几个做米线生意的老板找我来了，说我要再供你货，他们就。孙先生，既然请我们老爷来了，有话就快说吧。今天没有酒，也没有肉，只有清茶一壶，和刘默沙先生叙叙君子之交。您太客气了，孙先生，叫我大号，还先生。孙先生，您可真是抬举我呀。哎呀，说实话，该怎么称呼你，我还真费了一番心思。叫您老爷吧，您辈分不够；要叫您少爷呢，又显得瞧不起您。所以啊，思前想后，我还是叫您刘先生吧。对，就叫刘先生好了。孙先生，您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平起平坐了。您不算以大欺小，我呢，也不算目无尊长，我们俩都可以放开手脚了。好，刘先生是一点就通啊。姓孙的，有话你就快说，我们老爷可没有时间跟你扯皮。哎，白灿，对孙先生说话一定要客气一点啊。是。孙先生，您今天一定是有备而来，出招吧。很简单，还矿监。孙先生想让默沙怎么还？哼哼，怎么拿去的，就怎么还。小青子，你先回去吧。等我以后有了生意，再把你请回来啊。东家，我娘说了，管饭就行了，您还给我钱呢。拿着吧，啊。
华强哥，我们怎么办？也好，我早就想自己做米线和鸡汤了，不能总用别人的。可是我们什么都不会啊！不会就学嘛，我就不信了，别人能做米线，我陈华强我就做不了。那老九爷不是不肯教你吗？天下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会做米线。我们到乡下找于大忠。于大忠，听说他的米线是全云南最好的，但是听说他不再收徒弟了，手艺也不再外传了。事在人为，我们还是要去试一下。刘默沙，我劝你还是看清形势。实话跟您说吧，片子我还不了。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哎呀，我唯一觉得不过瘾的是，今天跟我对阵的人不是陈大西，而是他手下一个听差的。不过没关系，陈大西会来找我的。孙先生，亮出你的底牌吧。我听说红河上有3艘红篷船，装满了福寿膏啊。不错，是我刘默沙的。要是法国人把他扣下了，说不定会召回县衙，拿我刘默沙个死罪。孙仲林想借法国人的刀来杀我，你可真够狠的呀！啊？人呢？来了，在楼下候着呢。孙先生，你记着今天，是你自己找死，怨不得我。走。来啊！放榜了！你们干什么？你的，我又没犯罪。你的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的，你雇用凶嫌，图谋凿沉刘家货船，被当场擒获。你，人犯口供已经在案，到大堂上再狡辩去吧。您这是诬陷！放开我！带走！我没犯罪！走！我没犯罪！你再说一遍，老爷，这回孙仲林怕是凶多吉少了。我是小看刘默沙了。难道他料事如神，一早就知道我们的计策，将计就计，设了个圈套让我们钻？大意失荆州啊！都怪我呀！快去衙门打听消息，不管花多少银子，也得把孙仲林给我保出来。哎，我这就去。把那个给于老给我带上。哎。华强哥，小姐身子不方便，不能来送你了，让你自己保重。放心吧，有我照顾华强哥呢。你别把自己给卖了，害得华强哥到处找你。你回去告诉你们小姐，华强哥要是少一根毫毛，我赔他10根。好了好了，少说2句，没人把你当哑巴给卖了。这是什么？老婆，这钱你拿回去，我不能要去。这不是老爷给的，是小姐攒的私房。那我更不能要了，我也是堂堂的男子汉，对不对？你拿回去。反正我是不能拿回去的。你要真不怕伤了他的心啊，你就自己当面交给他。哎呀，华强哥，还是收下吧，这可是小姐的一片心呐。
小玉，你回去告诉鹿儿，等我把手艺学成了，我要开一间蒙自县城最大的米线铺子，挣好多好多的钱。我一定要把他们母子接回来，啊！早去早回。啊，对了，小姐恐怕就是这2天了，小少爷还等着你给起名字呢。小少爷？哎，你怎么就知道是小少爷呢？去，请了好几个传播看过，都说是小少爷呢。华强哥，名字我早就起好了，要是儿子，就叫东直；要是女儿，就叫红茶。东直，红茶，我记住了。嘿嘿嘿嘿嘿嘿嘿。禀老爷，事情不好办，在蒙自刘墨山，我就不信他能一手遮天。我在蒙自治不了他，我马上去临安府直接找道台。老爷，老爷，您忘了，道台大人和刘家不是沾了亲吗？狗屁！我早就打听清楚了，刘墨山的老婆根本不是道台的正经亲戚，外甥女也是个干的，他自己拿来招摇撞骗，也就是骗骗刘洪武和他的儿子，娶回家当做宝贝。他吓唬别人可以，吓唬不住我陈大喜。走。是老爷。欢迎了，欢迎了。是，老爷，那不是？这。华强哥，我们为什么要躲着他？怕他看见你生气。我看他那张脸，我还有气呢。有什么了不起？这么瞧不起人？程喜，我不是怕你，我没脸见你。鹿儿已经嫁过来了，衣食却还要靠他父亲。那女儿回娘家生孩子也是常有的事儿嘛，又不是你养不起她。就是现在鹿儿回来了，我也确实养不起，就是能养得起，那现在我们要去乡下也顾不上的。周姐，以后说话做事儿要凭良心，不能乱说。嗯，我知道了，华强哥，我再也不乱说话了。白管家，陈老爷，于管家，二位这一大清早的就出城，可真是不辞辛苦啊！白管家起的也不晚啊，有何贵干呢？哎，岂敢岂敢，我们老爷在林子里等候您，有话跟您说。哦。请。哟，陈老爷到了，有失远迎，真是失敬啊！本来想到您的府上亲自拜访您，可是我怕您不肯见我，所以特意在此恭候。陈老爷，请坐。刘墨沙，有话请讲，我还要急着赶路呢。陈老爷急着赶路，莫非是要去临安府吗？是又怎么样？你可以买通蒙自的县衙，我就不可以买通道台了吗？以陈大西的财力，别说买通道台了，就是买通当今的皇上，那也是有可能的。
刘莫杀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唉，莫杀是晚辈，我这么说似乎有些目无尊长了。可是你陈老爷对待莫杀，似乎也有些不顾身份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陈老爷，您不觉得对待一个晚辈，您出手太重了吗？刘莫杀，我陈鼎德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好啊，既然陈老爷不愿意承认，那我就不为难长辈了。自古道，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呀。我爹去世的时候嘱咐我，和您要和为贵，所以我不希望您去临安府，免得咱们两家的冤仇越结越深。你以为你不希望我去，我就不去了吗？陈老爷，我不是怕您去，我是怕您去了白去，事情反而更加不好收拾。况且，道台大人现在不在临安府，他跟我约好了在这山里打猎。您要是那么想见他，不如和我一起去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老爷，老爷，道台大人问您何时动身？哦，好，你去禀告道台大人，就说我洋枪里的火药已经装满了，这就动身。我在山口等他。是。陈老爷，请吧。要见道台大人，莫杀愿意引荐。啊？请订阅频道，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